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将给大家分享内海聪医生所著的《每日饮食中的致命食源病》，医生教您如何避免污染食品这本书。所谓的食源病，指的是由于不良的饮食和生活习惯所导致的疾病。在如今这个饮食多样的时代，我们随时都可以获取各种食物，但这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热量过剩、营养不良以及食品污染，这些问题都可能引发食源病。我们现代人由于饮食方式错误而患上各种疾病。如果您正在经历着某种疾病，很可能是因为您的饮食方式存在问题。食物既可以是良药，也可能成为毒药。通过今天的这个视频，我希望能够让大家认识到不良饮食习惯导致食源病的严重性，并探讨如何改善这些不良习惯。今天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绝对不能食用的会引发疾病的3种不自然食物；第二，让身体活力得以恢复的3种绝佳食物；第三，排毒效果最强的4种食物。首先，让我从第一部分绝对不能食用的会引发疾病的3种不自然食物开始解释。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人所面临的疾病和挑战已经发生了变化。也许很多人听到这句话会感到有些摸不着头脑，所以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历史，来进行确认吧。实际上，从很久以前一直到战后不久，日本人主要面临的是传染病。在那个时期，健康的出生并成长是非常困难的，疟疾、肺结核和其他传染病都可能随时夺去人们的生命。然而战后不久，日本人开始迅速地向欧美型生活转变，传统的日本饮食逐渐被淡化。与此同时，食物短缺的问题得到了明显改善，人们开始摄入大量富含脂肪、糖类和蛋白质的食物，使得营养状况得到了改善。此外，随着医疗技术的提高，因伤或感染而死亡的人数也逐渐减少。这种情况下，现代人不再担心食物短缺的问题，医疗技术的进步也使大多数人不再害怕受伤或感染。这确实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并非一切都是美好的，这种变革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开始显现。生活方式的西方化导致人们不停地填饱肚子，这导致了许多生活习惯病的出现。自1950年代以来，癌症、心脏病和脑疾病的患者数量在日本急剧增加。有人可能会反驳说，尽管生活习惯病增加了，但人们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延长，所以人们的健康状况正在改善，不是吗？确实，从数据上来看，日本人的平均寿命在不断增长，但这仅仅是因为急救医疗和卫生环境的改善导致了因事故或感染而死亡的人数减少，并不意味着日本人的健康状况已经得到了改善。自1970年代以来，过敏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等新疾病也开始陆续出现。如今的日本人患的疾病大多都与食源病相关。过去常见的医源病是指由医疗原因导致的，需要通过治疗行为或药物的副作用产生的疾病。据说在美国，最主要的死因不再是癌症或心血管疾病，而是医源病。而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食源病，指的是由于错误的饮食或生活习惯而导致的疾病。现代人的餐桌上摆满了各种美食，但这也是导致疾病的根源。摄入过多的热量、营养不足以及食品中的有害物质等问题都是其中之一。尽管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随时能填饱肚子的时代，我们也许很难想象，我们的祖先们长期以来都生活在食物匮乏的环境中。在那种情况下，为了生存，我们的大脑逐渐演变成喜欢高糖、高脂、高热量的食物。因此，即使现在，我们也会觉得这些食物美味可口，不由自主地去追求它们。在过去，这些食物是生存的必需品，而且这些食物并不常见于日常生活中，因此并未引起任何问题。但现在呢，我们只需去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或超市，就能随时购买到甜美的奶油蛋糕、高热量的零食、方便面等。在这种充满诱惑的环境中，我们对高热量食物的欲望
变得更加强烈。结果就是，我们摄入过量的热量，导致了各种生活习惯病的发生。过去的人们常常受到热量不足的困扰，因此他们的身体已经进化出在热量不足的情况下也能生存的能力。然而，他们无法适应热量过剩的情况，因为以前根本不存在这种情况。如今的社会充斥着高热量的食物，即使正常饮食也很容易就摄入过多的热量。作者指出，比如一日三餐吃得很饱，还吃零食或夜宵，或者忙的时候只吃便宜方便的碳水化合物，比如早上吃面包，中午吃面条，晚上吃炒饭等等。这种饮食习惯会导致摄入过多的能量，而其他营养不足，是非常不健康的代表。现代人的营养不良问题时常成为话题，但真正能摄取足够营养的人只是极少数。在听到营养不足这个词时，我们往往会追求最简单的解决方案。例如，当觉得缺乏维生素时，可能会选择便利店方便的切片蔬菜沙拉，或者喝已经失去营养的蔬菜汁，或者通过不知道什么原材料的补充剂来补充营养。我们倾向于简单的解决方案，但这些东西并不能提供足够的营养。要想摄取充足的营养，就必须使用真正的食材来准备食物。然而，即使是自己动手做饭，也会有陷阱，因为现在的食材和食品中很多都含有毒素，例如肉中含有激素和抗生素，农作物中含有农药和放射性物质，鱼中含有水银和二恶英等，加工食品中也添加了大量的食品添加剂，这些都是各种疾病的根源。不注意饮食的人可能并不会意识到自己摄入了这些有害物质。在摄入过多热量、营养不足、食品添加剂、抗生素、农药等有害物质的情况下，各种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的食源病疾病，如湿疹、糖尿病、高血脂、精神疾病、高血压、癌症和中风等就会蔓延开来。对过去对自己的饮食并不在意的人来说，很可能会因为不良的饮食习惯而导致身体不适和各种疾病的困扰。因此，我希望通过这次的视频，能够让大家反思自己的饮食习惯。如果觉得自己的饮食习惯对身体有害，就做出行动，努力改善吧。然而，正如作者所指出的，现代社会充斥着各种毒素和有害的食品，完全避免这些毒素并不现实。重要的是尽量减少这些毒素的摄入量。如果之前从未关注过这些问题的人，可以先试着减少50%的摄入量，然后逐渐增加到60%、70%，逐渐远离对身体有害的食品。作者指出，为了避免食源病，除了注意避免摄入过多热量和营养不足外，不摄入毒素也是至关重要的。简单来说，尽量不吃对身体有害的东西。但是，一谈到这个问题，肯定会有人会感到困惑，究竟哪些食物对身体是有害的呢？应该如何来区分呢？如果用一句话来区分的话，就是那些自然界不存在的食物。据说，所有现代人困扰的疾病，在过去都是不存在的。因此，合乎逻辑的想法是，疾病的根源应该是过去不存在的因素。我们因为创造出了一些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才导致了这些新的疾病的产生。那么，让我列举一些我们周围的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吧。首先是随时随地都能吃到且价格便宜的食物，这些食物中含有各种食品添加剂，因为更看重的是便宜而不是安全性。例如，快餐店、连锁餐厅的菜单、便利店的便当和加工食品等都充斥着食品添加剂，以掩盖保存性和口感的缺陷。因此，尽量避免食用这些食物是明智的选择。如果过去曾经吃过这些食物而没有特别在意的话，那么建议大家至少从现在开始，确保将这些食物从生活中清除出去。另外，许多食品添加剂不会立即致命，但会在体内积累毒素，并最终导致各种疾病。虽然这些食物便宜、外观诱人、保存时间长，随时随地都可以吃到，但这种过于便利的食物是以前不存在的。因此，请大家一定要牢记，
当身体摄入了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毒素时，它会无所适从，不知如何处理这些毒素，既不能排出，也不能加以利用，最终导致疾病的发生。那么，除了追求及时且便宜的标准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标准可以用来区分我们周围的不自然之物呢？那就是精致的标准。精致食物的代表例子就是我们身边充斥的白砂糖。作者称，精致砂糖是对大脑和身体有害的毒素，因为这些精致砂糖会给负责调节血糖量的胰腺带来巨大的负担。本来糖类是与其他营养物质和食物纤维一起在肠道内缓慢吸收的，因此对肾脏的负担较小。但精致砂糖等糖类会直接对内脏造成超负荷，导致损害，结果另一线发出警告信号，引发糖尿病等疾病。精致砂糖还会恶化我们的肠道环境，导致抑郁症，降低免疫力，引发全身发炎等不良影响。除了糖分外，还有其他一些精致食品也应该尽量减少摄入，如白米、白面包、意大利面、拉面等，因为它们也是精致食品的代表。此外，还有一个标准可以用来区分我们周围的不自然之物，即转基因作物和基因编辑食品。事实上，日本从海外进口了大量的转基因作物。日本作为转基因作物的消费国，在全球处于领先地位。这种影响还延伸到了牛奶和畜产品，因为日本廉价的畜产品饲料大部分都是转基因作物。也就是说，我们毫无所知地食用了充满农药的转基因作物，将毒素积累到体内。在海外进行的多种实验和研究已经证明了长期食用转基因作物的危险性，如增加癌症、肿瘤、过敏症、不孕症、胎儿畸形等风险。受到这些指控的欧洲国家对转基因作物进行了严格监管。目前，日本并未种植转基因作物，但大量进口自海外的转基因作物被用于加工食品、调味料和食品添加剂。换句话说，虽然日本人没有直接食用转基因大豆、玉米、转基因马铃薯等，但加工食品和调味料等都是以它们为原料制成的。因此，日本人在不知不觉中也摄入了转基因作物。对此，大家有什么看法呢？为了避免食源病，纠正不良放任的饮食习惯，我建议大家首先调整饮食，避免摄入那些一看就知道对身体不好的食物。接下来是第二部分，让身体活力得以恢复的3种绝佳食物。在当今世界，充斥着以生产性和廉价为首要考虑的大量伪造食品。长期食用这些伪造食品可能会导致健康问题，增加各种疾病的风险。我想具体介绍一些你应该摄入的真正食物，从而让身体的活力得以恢复。首先是第一种食物，真正的调味料。当我们考虑改变饮食习惯时，首先要检查的就是使用的调味料。或许有些人对真正的调味料这一说法并不太理解，因此我将以盐为例进行解释。所谓真正的盐，实际上是用传统的制作方法制成的盐。由于日本四面环海，人们利用各种方法从海水中晒干或浓缩来获得食用盐。然而后来，人们发明了一种从海水中提取高纯度氯化钠的方法，也就是精制盐。这种方法很快就在日本传播开来。然而，这种生成的精制盐剥夺了海盐中丰富的矿物质。通常在超市购买的廉价盐包装上可能会写着氯化钠 99.5% 或 99.9%， 这种盐就可以被称为伪造的盐，应该尽量避免购买。虽然用传统方法制作盐会更费时费力，但其中含有丰富的钾和其他对身体非常有益的海洋矿物质。过量摄入盐确实对身体有害，但主要原因是精制盐中去除了海洋矿物质。因此，有高血压或关注盐摄入的人应选择使用传统方法制作的真正的食用盐。理想情况下，我希望您今后不要购买标有氯化钠和精制字样的盐。通过以上例子，我们也可以将这些原则应用于其他调味料，无论是酱油、味噌还是料酒。通常情况下，超市出售的廉价产品大多是大批量化学制造的，它们都是伪造的调味料。如果可能的话，
请选择用传统的费时费力的方式制作的调味料。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重点是购买原材料少的调味料。大家请检查一下您厨房里调味料的标签，可能会看到一些您不太熟悉的成分名称，比如稳定剂、柠檬酸钙和甘酸钠、着色剂、防腐剂、甜味剂等。这些调味料通常都是劣质的，我建议您以后尽量不要购买。此外，一些标注为低卡路里、零卡路里、低盐、低糖等的调料，往往也添加了大量不必要的成分，因此也要尽量避免选择这些产品。最好选择成分简单的原料，比如以大豆、盐、曲这3种原料制成的味噌。传统方法制作的调味料原料简单，因此在制作过程中不需要添加过多的食品添加剂。所以，当您下定决心改善饮食习惯时，从调味料开始调整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接下来是第2种食物，真正的肉类和鱼类。当今的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劣质的肉类和对身体不利的鱼类。您可能听说过生物浓缩这个词吧？生物浓缩是指动物或鱼类通过食物链等方式在体内积累各种物质的过程。各种有害物质从饲料、水和空气中被家畜摄入，逐渐积累在它们的体内。当我们食用这些家畜时，我们的身体也会摄入这些有害物质。由于这些生物积累的化学物质，如农药、水银、放射性物质等，在体内分解和排除较难，所以选择高质量的肉类和鱼类进行食用是至关重要的。那么，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标准来选择呢？首先，让我来解释一下肉类：牛肉、猪肉、鸡肉和鸡蛋。您需要记住以下几个关键词：草饲养、放牧饲养、自由放养、自家配方饲料、不使用转基因饲料、无药物投入饲养、经过放射能检测。希望您记住这些关键词，并以此为标准选择优质的肉类。遗憾的是，目前在日本市场上流通的许多肉类都是通过使用激素促进生长、抗生素预防疾病或在恶劣环境中饲养的，这些都被认为对人体有害。因此，作者建议您尽量避免减少摄入这些食品，并牢记刚刚提到的关键词。接下来让我解释一下正确选择鱼类的方法。简单的说，作者建议您选择天然的小鱼和青鱼。相较于养殖鱼，天然鱼的营养通常更佳。相比较大型鱼，小鱼通常含有较少的水银，因此更为有益。接下来是第3种食物，真正的蔬菜和水果。说到蔬菜，选择时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因素是农药。当你与农民交易时，最好选择无农药和无化学肥料的产品。蔬菜和水果通常会使用杀虫剂和除草剂，因此我建议尽可能选择无农药和无化学肥料的产品。如今，通过网络购物等方式，我们可以直接从可信赖的农民那里购买到无农药的蔬菜等，这是个不错的选择。希望您能找到可靠的农民。接下来，我们来探讨一下另一个话题：如何摄取营养以对抗营养不良。这个方法的关键是多样化饮食，尽量避免只吃高碳水化合物、快餐和垃圾食品等单一类型的食物，因为这可能导致潜在的营养不良。特别是那些平时以这种食物为主的人，需要特别注意。此外，因为营养不足而依赖营养饮料和补充剂也不是最理想的选择。如果想要解决营养不足问题，首先应该通过日常饮食摄取足够的营养是最重要的。具体来说，如果问起应该吃什么，答案是多样化饮食。毕竟没有比均衡饮食更好的选择，因为食物中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营养素，通过同时摄取，它们可以获得均衡的营养。因此，我希望大家在认识到食用真正食物的重要性的同时，能够多食用发酵食品、肉类、鱼类、蔬菜等各种食物。接下来是第3部分，排毒效果最强的4种食物。在我们的周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毒素，比如加工食品和垃圾食品等以前不存在的食物，以及转基因作物和人工添加物等产生的廉价食品。此外，还有农药、抗生素和食品添加剂等。在现代社会，我们已经不可能完全避免这些毒素了，
因此我们要尽量注意不让毒素进入体内，这包括尽量不食用自然界不存在的食物，并且要了解清除已经进入体内的毒素的方法也非常重要。有些食物可以帮助加速我们身体的排毒功能。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些能够帮助排除体内毒素的绝佳食物。具有排毒效果的第一种食物是发酵食品。在发酵食品中，特别推荐纳豆、泡菜。也许有些人每天早餐都会吃纳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希望大家能坚持下去。纳豆中含有的纳豆菌可以调整肠道菌群，对排毒非常有效。但是需要注意的是，食用纳豆时要留意大豆的原材料，因为有可能混入转基因大豆，所以需要寻找值得信赖的制造商，并尽可能的避免使用食品添加剂。超市里有很多种类的纳豆，希望大家在购买时留意一下。接下来我来谈一下常见的泡菜。许多泡菜只是简单的浸泡在调味液中，并没有经过发酵，或者含有化学调味料等添加物，所以需要大家注意一下。具有排毒效果的第二种食物是玄米。白米摄入过多会导致摄入过量的糖分，而糖分过量对身体有害，相信很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如果选择保留有丰富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外皮的玄米，就可以期待排毒效果。此外，玄米中含有的肝功能强化物质可以增强肝脏的排毒功能，也有人称其能中和一部分放射性物质。然而与之前一样，选择玄米时也需要注意其质量，这是因为玄米有可能含有农药和化学肥料残留物，因此选择无农药和无化学肥料的产品非常重要。具有排毒效果的第三种食物是具有浓郁香味的蔬菜。大蒜、青葱、姜、芹菜和香菜等香味浓郁的蔬菜对排毒效果非常有效。尽管这些食物因个人口味而有所不同，但是喜欢香味浓郁的蔬菜的人应该尽量在日常生活中多摄入这些食物，以促进排毒效果。具有排毒效果的第四种食物是薏米。薏米中含有强大的排毒作用成分。薏米在所有谷物中被认为是营养平衡最好的，富含铁、镁、钾、钙、维生素、食物纤维和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是非常优秀的食材。这些成分对皮肤有益，可以抑制炎症，并调节皮肤水分平衡，因此对于改善肌肤问题非常有帮助。薏米可以制成薏米茶，非常容易饮用。如果您对此感兴趣，可以自行了解一下薏米茶。希望我今天分享的内容会对大家有所帮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